为什么全世界都知道犹太人被德国纳粹屠杀，但在中国以外很少有人知道南京大屠杀？我以前也不明白，直到看了南京照相馆，才彻底解开这个埋在心里多年的疑问。这不是偶然，而是有人、有势力、有国家花了几十年，处心积虑，一次一次的想要歪曲历史，想要把真相抹掉，而这一切远比你想象的还要黑暗。电影里有一个情节我至今难忘啊，讲的是当年日本人在占领南京之后拍了2套照片，一套呢是展示中日友好的摆拍照，而另一套呢则是屠杀、虐杀、烧杀抢掠南京老百姓的血腥现场。这里边有日军的100人斩、1000人斩砍头比赛，有大量的妇女儿童被强奸、被虐杀的画面，甚至还有日军为了赌孕妇肚中的胎儿性别，直接拿刺刀剖开孕妇的肚子取出来验证。而这2套照片，前一套是他们用来欺骗全世界的幌子，后者才是真正的记录。大家想想看，如果不是当年有一群人不惜一切，甚至搭上性命把真实的照片偷运出来，那无法想象如今在世界上流传的可能就是那些摆拍照啊。那请问谁还会记得这段历史？谁还会记得那些受害者？我们又该用什么来证明这些罪行呢？同样也正是这些照片成功让日本战犯在南京审判军事法庭上被当场定罪，成为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的重要证据。而更令人气愤的是，即便面对了铁一般的证据，日本依然死不承认。他们试图歪曲历史，试图转移仇恨的行为，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停过。你看，在他们的课本和图书里，侵华战争变成了中日冲突，甚至美化成所谓的亚洲解放运动。南京大屠杀被改叫为了南京事件，慰安妇成了战时女性，在他们的教科书上完全消失。包括残害了无数中国人的731活体实验部队，居然也成了日本人口中的战时医疗研究机构。而那些参与战争的日本战犯们呢，居然被当作了英灵，供奉在靖国神社，还受人参拜。甚至我们自己人想要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日本也要千方百计的阻拦。1997年，华裔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出版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揭露了日本政府在2战期间对亚洲各国犯下的所有暴行。结果呢，他遭到了日本右翼的长期骚扰和报复，甚至收到过装着2颗子弹的恐吓信。直到2004年，年仅36岁的他自杀离世。试问，在当下这个社会，全世界有多少人都还在接受着日本的文化输出，被日本营造的假象给麻醉，认为日本人在那段历史中也是受害者？所以你看，每当我们想还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的时候，总会有人跳出来说，都21世纪了，不要煽动民族情绪搞仇恨，这是破坏中日友好。这套话术，这些人一直在国内阴魂不散。可问题是什么？日本作为加害者，到今天都没承认过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很多战犯和他们的后代还在日本当高官，而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呢，他们一辈子都在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到死都没有等到日本人的一句道歉。对他们来说，战争从未结束啊，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替他们去原谅？要我说啊，像南京照相馆这样的电影，我们不仅要拍，而且要持续的拍，因为舆论的阵地你不占领，敌人就会占领。为什么我们要一次次的提起那段苦难？为什么要阅兵、要纪念、要讲述？因为我们和西方不一样，我们是经历了100年国耻的民族，是被列强压制了上百年的民族，是曾经满地都是租界的民族。我们被欺负得太狠太久，而今天呢，我们终于有能力了，成为了昂首挺胸的东方巨龙，当然要拼尽全力地告诉全世界，那段历史绝不能遗忘，真相更不能被篡改。而谁越想掩盖，我们就越要揭开真相。散会。